这位老大娘80多岁了，现在去街上走路下山，背个背篓。平时她会种些菜在山上，然后呢步行走下山去卖。老人的身体还挺好的。他们家独栋独院，住在这山上。89岁啊？哎，那个87。你的老伴是87，哎，你89岁。哎，我89，他87，老公我87。身体太好了，身体牙齿都没有了。牙齿脱完了。牙齿掉完了。你现在走下山啊？嗯。要不要我送你一趟啊？啊？我开车送你一趟啊？不要送，不要送。我送你一趟啊？你懒得走吗？我下街去。你要下街上去啊？我下街去。我说我送你一趟，你懒得走路啊？不要送。不要送的？不要送。你找服务员啊？哦，找房屋啊？啊？你有几个小孩啊？有一个儿一个女。一个儿一个女。女子嫁出去了。嫁出去了。儿子呢？儿子孙女去了。儿子有多大了？儿子30多岁了。30多岁。没成家。还没成家。哦。没讨到老婆。没讨到。没事，缘分还没到。老人家帮他攞，他不要。他不要。他又不攞。哦。老人家攞送他，他又不要。我说我送你下山一趟啊。不要送。不要送啊！找你不要送，我慢走哦。好，行，好，锻炼一下身体。89岁的老奶奶，每天背个背篓下山，从这边走下去将近有10多分钟，看健步如飞。89岁真的是意想不到。我的车啊就停在他们家的那个门口位置。上面呢还有一户人家是从外地搬过来的，在这边买了地建了房，将近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房子呢就在上方，是一栋砖房，1层的小洋楼，也是在山里面用来养老的。看这边的山泉水非常的丰富，一直都是流着水呢，水还挺大。这几天山里面下雨，这边有棵李子树，都结满了果子。2个老人家和他儿子住在这边的山头之上，种了几亩玉米，还种了几亩稻谷，养了一些鸡鸭，还有5只羊。这是从山里面捡回来的木头，到冬天的时候用来烧火取暖的。之前啊，我带了一个广东的大哥来这边看了他们家的房子，当时就感觉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但是呢视频没有拍。当天我们和他儿子聊了会儿，我说这么偏僻的一个环境，上山一趟挺不容易，如果有人和他把它买下来，他愿不愿意？当时候说的很模糊，他说考虑考虑。那今天呢也不在家，所以呢我们还是先把视频拍了，先看一下房子整体的情况，还有房子周边的一些环境。这边距离县城将近有3公里左右，步行可以下山的。这边的海拔比整个县城高了将近300-400米左右。实际上从镜头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底下就是花园县的县城了。房子是背靠着大山，坐北朝南，采光非常的好。其实坐在他们家的院坝，晚上可以看到整个小县城的夜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这边啊，晚上还可以看见星空。刚刚我们在那边是看到了一口井，
这边呢还有一口井，就在他们家的院子底下。平时呢，洗漱啊，还有喝的水，他们都喜欢在这边提水回去。房子旁边的植被非常的丰富，种了一些梨树，还有柚子树。在这边呢，还有个小小的杂物间，估计现在也是一个卧室吧，里面是住着人的。房子算是独门独院，他们家的背后就是我说的重新搬迁过来的那户人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栋砖房，房子的进深将近有7、8米左右，楼层高度有6米左右。现在住的是一位老奶奶，还有一位老爷爷，加上他30多岁的儿子。他儿子好像有37、8岁了，还没有讨到老婆。平时农村里面洗漱都是用山泉水，洗了衣服就晾在家门口的这些竹竿上面。这是他们家种的稻田，这边水资源非常的丰富，也不知道稻田里面是否养的有鱼。这是3开间的砖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房子的结构非常简单，那边有处厢房，厢房里面呢是他们家的厨房，上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房屋的主体还挺不错，但是这栋房子呢看得出没有装修。整个院坝呢我看了一下，将近有70、80个平方左右，全部都是水泥硬化了，而且车子是可以开到院坝的。我的车呢是放在门口的位置。整个院子倒是挺宽的，在那边打上一个栏杆门，基本上这边就是独立的一个空间了，非常的私密，基本上没有外人过来打扰。房子的外墙也没有贴瓷砖，也没有粉刷，但是地面呢都是做了硬化。他们家祖祖辈辈是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年了。看这边的水一直是这样子流着，非常的丰富。大叔你好啊。你好。看一下你们家的这栋房子听得到吗？耳朵不好。没事，你忙你的吧。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水是非常好的。老大爷呢耳朵不太好，所以说他就没有和我交谈。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子旁边的地挺宽，这边都是他们家的一些稻田，那边还有些菜地。站在院坝的位置，我们来环视一下四周的环境，视野特别的开阔。整个山头算是独一家了，上面那户人家基本上很少在这边，夏天比较热的时候才在这边避暑。那边是他们家的羊圈，养了几只羊。他大门是关着的，我们不太方便进去拍这位老人家呢他的耳朵又不太好，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请理解一下。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是进到里面了，基本上里面也是没有装修，全部这样的砖墙，也没有做粉刷的。上次我来的时候，那边的那处杂物间呢，基本上还没有建起来，我记得这边应该是新建的。有点舍不得离开上次我们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挺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有个合适的价格能到城里面去买一套房，他是想把这栋房子转出去的。房子周边的地
我们当天应该是大概算了一下，有好几亩呢。他们家舍不得搬下山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他们家的田土基本上就在这个块了。搬下山的话，再上来种稻谷、种玉米就非常的麻烦。所以这么多年，村子里面的其他老乡都搬下山，但是他们家呢，依然是留在这边的山头之上。现在这边的道路呢也硬化了，开车上来也比较方便。以前啊，这边都不通公路，只是有毛坯路，现在好走了许多，更加不想搬下山了。这里有口井，也是他们家单独在使用。这边啊，通水、通电、通网络，非常的方便。这一段时间下雨了，山里面长了很多蘑菇，好多人骑着车子上山捡蘑菇。刚才通过无人机的镜头，我们也发现这栋房子外面就是好几块稻田，稻田的下方感觉啊是很高的崖壁，底下是有条路直接通往县城的。这边的地势真的挺高，从航拍镜头也发现这边的环境是真的很好。那朋友们，对于这样的一栋房子，你们觉得如何呢？欢迎大家在视频里面留言。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来到湘西一处感觉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整个村子有30-40户人家，坐落在整个半山腰之上。这是一个土家村子，整个村子里面有20多棵楠木树，最大的树龄有1000年左右。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就在我的身后，这里有条小河，过了小河之后，上面住着2户人家，独门独院的房子，里面呢住着2位老人。他有个女儿远嫁到长沙那边了，估计也不会回来，房子最后可能会闲置下来。老人的身体不太好，是我阿姨的一个亲戚，我呢叫他应该是叫做爷爷。待会儿呢，我们就沿着这边有条路走进去看一下。平时啊，这个地方都是有流水的，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好像没什么水，甚至于我的车是可以开的进来。进来之后啊，只有他们2户人家。可以看到房子的旁边都开满了桃花，真的很漂亮。这处地方很安静，到夏天的时候鸟语发香，外面潺潺的流水声，河水非常的清澈。到了夏天啊，村里面有很多喜欢露营自驾的朋友都来到这边露营搞野炊。平时这里水流量大的时候，这个位置啊都是涨满水的。这边距离城里面有20公里，距离镇上大概有7公里左右。这里出去啊，就是湘西著名的王米坡水电站了。可以看到他们家所处的这个位置，几乎快到峡谷的底部了。小溪流的水是从山里面流下来的，具体的源头在哪里，大家也不知道。他们说是从地下溶洞里面流出来的。这边开满了桃花，还有李子也开花了。独门独院的土家房子，建筑风格和我们的苗族房子基本上差不多。房子背山面水，房子的背后有些高大的楠木树。镜头所看到的这棵基本上都上了1000年左右的树龄，包括房子的对面那边有7、8棵楠木树，差不多也是上1000年的树龄了。
我发现村里面家家户户都喜欢养一两条狗，还挺热情的。摆着尾巴，没得事啊。哈，就是这位老人，我呢叫做爷爷了。公，你在屋里啊？哦，你晒这个是青菜、白菜啊？你聊了没有？聊了。身体还好嘛？然后今天我们下来玩耍，顺便看一下子。是的啊。你还认得我吗？我想嘛。想象哦。过几天我姨他们也来挂亲了。我们那些没搞着。都没搞了哦。我走不得。你说你自个才你要做什么做？天了爷。老人家差不多80来岁的高龄，女儿远嫁，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都不想回来了。在长沙那边也买了房，只剩下老父亲在这边。房子很简陋，外面种了一些桃花，还有枇杷，用石头垒起了一些矮墙，一户典型的田园小院，非常的安静。门前有条小溪流，平时如果喜欢钓鱼的话，还可以在那边钓钓鱼呢。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吧。你种了好多白菜哦。没得多哈。这个也晒过几天去了哦。哦，是的。可惜烂了也可惜。其实，在院子里面还是可以种点菜的，但是老人家的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说也不种了。以前围绕着他们家的旁边是有一条小溪流的，现在也没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小水沟还在那个位置。我在那边拍个视频看哈，你过5年的哦。没洗溜，我们有好几个人，等下要走嘞。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有400多米，到夏天的时候也是挺凉快的，毕竟在山里面，比城里面的温度要高许多了。老人家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耳朵还是挺好的。刚刚我叫了他，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毕竟我来的比较少，每年挂清明的时候会来一次，和我阿姨他们过来的，大概每次来也会待上1-2个小时吧。这边距离我们家大概有30多公里呢，挺远的。我发现农村里面磨盘很多，基本上现在也没什么用了，都是堆在院子里面。农村里面种的菜比较多，吃不完，拿起来这样子晒干，做一些盐菜。因为老人的年纪大，干不了太多的活，所以整个院子外面空旷的地还是挺多的。与其说这是地，更应该说这是以前河水从山里面流下来堆积的一些石头滩吧，全部都是一些石头。房子的旁边有一小片芭蕉林，现在这个季节啊，还没开始长起来。房子感觉挺脏的，因为养鸡嘛，平时不怎么打理。看，这母鸡还在里面下蛋呢。走进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也是叫做爷爷，但是他的耳朵不太好。就是他们2个人在这边住了。其实整个条件还是挺艰苦的。上坡没孩子啊。2个老人养了一些鸡，
都是这样子散养的。好在房子里面通水通电，平时生活所需还是挺方便的。我发现这边的石头挺多啊，这些磨盘啊，这样子随意的摆放，现在都不用了，挺可惜的。以前这边的小水沟也填起来了。房子很简陋，3开间的木房加上一个厨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我们可以走进这边的厨房去看一下。这里啊，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是一个打黏巴的巴槽，放在这里刚好做一个台阶踏步，从这里踩上去。很简陋，其实怎么说呢，感触挺深的。可能这是农村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在农村都要生一个儿子，儿子长大了之后他还是会回家，最后落叶归根，但是女儿可能就不一样了。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说，哎，这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大家会说，哎，我这种想法不对，生儿生女都是一样的。但是从我这么多年拍视频的一个历程当中所遇见的现象就是这样子，女儿长大了基本上远嫁的比较多，尤其像我们湘西这边这样的现象非常多。在农村里面家庭很艰苦，出去打工认识外地的男朋友，就在外面结婚成家生了孩子，看到家里面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不想回来。这是爷爷他们家熏的腊肉都舍不得吃，想着女儿在挂青的时候，也就是清明的时候，能不能回来给女儿带点到长沙那边去。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外出去之后，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是非常的挂念，有一个好的都想把他留下来，但是自己在外面过着好一点的生活，很多人还会记起自己的老父亲吗？房子视野很开阔，就在门前有10多米，有条小河，常年河水不干，非常的清澈，基本上可以直接饮用的。甚至于如果比较勤快，在这边打造一个田园小院，可以就在旁边捡些石头垒起这样的院墙，养一些鸡鸭，种点就这样的桃花，真的非常的美，非常的安逸。好了，朋友们，我们也要离开了。拍这个视频感触挺深的。其实不太愿意去拍这样的视频吧。有的时候视频拍了之后，好几天心情都难以平静下来，很现实吧。好了，不多说了，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请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头。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经过这里有个隧道，白云山隧道，从这里过去，距离农山的里耶镇就非常的近了，大概只有20多公里。今天我们有个目的地，准备去到里耶的八面山的山顶之上，有一个土匪洞。之前我不是拍了一期视频吗？很多朋友都私信或者留言告诉我，怎么不去洞里面看看洞里面的情况呢？今天石头特地拿了电筒，
现在我正等着我的朋友一起过来，还有当地的朋友，我们准备今天进到洞里面去。初步的计划准备走进去大概2公里左右吧，看洞里面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到底能不能找到当年土匪头子施新洲、田大榜他们所留下来的宝物。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燕子洞的位置跟着那一条路上来的，是一段泥巴路路况非常的差，不好走。这里有个停车场，大熊就停在那个位置。现在我们沿着这个小道，准备进入洞里面去看一看。从这个位置看，我们已经来到了1号洞的位置。等一下，我们不打算从1号洞里面进去。大概在洞口看一下1号洞的位置吧。我们的前方，这个就是1号洞的洞口。为什么会有几块大石头呢？实际上这里有个故事的，走进去告诉你们吧。当年解放这里的时候当时候的1号洞是整个全部堵死的。这里用石头全部堵死，只能从2号洞、3号洞里面可以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解放军来到这里的时候最远的距离只能来到这里。当时候从2号洞过去没有路的。其实这里可以找到当年的痕迹。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一条特别窄的这一条道就是在解放的时候通过人工开凿悬崖而修建的一条栈道。当时候土匪驻扎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真的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他们把1号洞给堵住了以后解放军只能通过这样一条小道再打进2号洞里面，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现在跟着我的镜头，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这一条小道目视大概只有50公分左右下面就是悬崖了，特别的怕人，没有任何的护栏。悬崖大概有200-300米的高度吧，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目的准备进入山洞。初步计划的话，准备进去2公里左右，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当年土匪所保留下来的宝贝。跟着我的镜头石头带你们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2号洞的洞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我们走过的位置特别的艰难。实际上朋友们，眼前我们所看到的下面这一条路是后面的游客走出来的一条路真正以前的道路是在上方，看到没有？我爬上去给你们看一下，这才是当年真正解放所走的路大概只有30公分宽左右，非常非常的险，也是特别的吓人。燕子洞顾名思义这里肯定很多燕子，只是现在的季节是冬天了，看不到燕子。如果是在春天的时候这里的燕子是特别多的。我们现在准备进入山洞里面了，从2号洞进去，等一下我们打算从3号洞里面出来。回过头来看，整个洞口的高度大概有4到5米左右，宽度的话有接近7、8米左右。这个洞口没有多大，可能进入这里的时候，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洞可能藏不了2-3万人，但是石头告诉你们，整个燕子洞，也就是所说的土匪洞，这里面能够容纳5-6万人左右，在这里面生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特地拿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手电筒我朋友带过来的，光线特别的好。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已经看不到外面的光线了。
走进去。目前这里洞还是非常的窄，看里面宽不宽。这是传说中的洞中洞吗？这里都是悬空的。在滴水。我们走进了大概有700-8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啊，这是一道墙，可能以前是一道公事用的防护墙吧，只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口子，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垒起来的。继续往里面进，哇，非常窄的一个洞口。低着头啊，大概这里的高度只有1.12米左右。哇，越来越窄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可能我们会迷路啊，因为这洞里面的岔道实在太多了。哇，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洞口可以进去啊。可能当年解放军打到这里的时候啊，肯定会特别的困难，因为这里的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放着一个土匪守在这个位置的话，再多的人都无法进来。跌到公司，拍给你跌到公司那个。刚才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当地土匪镇守山洞的第2道工事啊，就在这里。哇，这是一个厅，目视一下这个厅啊，没有多大，但是这里能容纳个100-200人左右吧。这应该是3号洞的洞口，往这里出去啊。但是我们现在不准备出去，继续往下面走。我们是从这里面进来的，这里就是3号洞啊。这里面岔道特别的多，尽可能的记住啊，不要迷路了。那边还有个岔道，不那个咖啡啊，好呢。这边也是一个岔道，不知道从镜头里面看得清吗？进入洞里面大概有1公里左右啊，我们发现了当年生活的痕迹，这应该是当时候点的火把这里的墙壁啊、石头啊都熏黑了，应该是烟。现在我们继续往前面走。那个位置啊，黢黑的一团，也是那个当年火把留下来的痕迹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厅啊！哇，朋友们，终于发现了，进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啊，看到吧？在我这里，这一个应该是灶台，这个也是灶台，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里还有个非常大的，这应该就是当年土匪居住的地方了，生活的地方。这个灶台目测一下，大概直径差不多有3米到4米左右，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灶台。看一下能不能发现灶口的位置。啊，这个灶台应该是非常大的，有可能这个是熬制那个火药，或者是像北方的那种炕吧，在底下烧火，上面睡着人。这个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朋友们看得清吧？这是石头垒起来的，这个是应该是在1940几年的时候垒的。
保存的非常的完好，看清楚哦。这个是一个灶口嘛，当时候是用那个泥巴和碎石啊，没有水泥嘛，泥巴和碎石垒起来的，很可能是当时候土匪睡觉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研究价值的一个地方，都是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像灶台，应该是灶台吧？当地的朋友告诉我是灶台。会不会在朋友们会不会在灶台里面埋藏着宝贝呢？这里没人挖开啊，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可能哦。这个位置啊，又是一个岔道，看到吧？所以说这里面很可能迷路啊，错综复杂的山洞啊，岔道非常的多。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厅，这个厅也没有多大，大概能容纳个200-300人左右。像这样的厅啊，我已经记不得到底走了多少个，最少有10多个了吧。这个山洞啊，一直往下面走，非常多这样的大石头啊。这里啊，又发现了灶台，我们走差不多有接近2公里左右的距离了。我记得大概应该走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吧，到了这个位置。这里石头特别的多，看起来都是人为像挖开一样的。刚才我的朋友告诉我，其实你们知道这个石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吗？当年啊，解放了以后，当地的村民啊，他们就拿起了工具啊，来到这山洞里面挖宝，把这些石头啊完全挖开了。所以说，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不规则的石头啊，应该都是当时候1950几年的时候啊挖开的。其实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说以前老一辈的人啊，告诉他们，这里面以前是非常平整的一个山洞的，可能这些石头都是后面的人进到山洞里面来挖宝，把这些石头啊挖得乱七八糟，以至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炕，也是一个灶台。哇，这个比任何一个灶台都要大，直径差不多达到了5米左右。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灶台，打个灯，我看一下这里。这里就是灶台的一个灶口，看到吧，朋友们？啊，应该可以看得清。这个应该是熬制火药的。目前我们眼前所到的这个位置啊，以前这里还可以继续往前面走的，但是这里已经用石头全部给堵起来了。为什么呢？当地的老乡告诉我，曾经啊有人从这里走过去以后啊就迷路了，从这条岔道一直可以走往重庆那边，底下还有暗河，就是说山洞里面的阴河，还有瀑布啊。所以说，在山洞里面根本上不用担心啊水源的问题啊。
这一片的石头啊非常的多，把整个的洞口也给全部堵住了。这里还有从那个山洞顶上滴下来的水，这个位置。像这种岩浆啊，就是一开始形成的样子。从山洞里面滴下来的水啊，形成了这样的岩浆，慢慢逐渐了很多年，上千年、万年之后啊，就变成了非常大的钟乳石了。现在只是一个初步形成的一个状态了。其实来到这里啊，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在山洞里面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面，如果在烧火，肯定会有烟，这个烟往哪个地方排出去呢？这个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这方面有了解的，欢迎你们评论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当时烧火这个烟到底是怎么排出去的。